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，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呐爱不停休。沧海多么辽阔，再也不能回首，只因我的爱，只因我的爱覆水难收。大家面前这块39英寸曲面 5K 巨幕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角，无外星人 AW3926QW， 堪称革新之作。它是首款搭载了 LG 最新一代4层堆叠 RGB 3子像素条状排列 OLED 面板的显示器，目前仅此一家外星人牌面。而且你没听错， RGB 3子像素没有 W， 它的优势非常多，带来了更高的亮度，全屏300尼特，小窗口峰值1300尼特，更优秀的文字清晰度， RGB 3子像素条状排列无彩边，拥有更鲜艳和纯粹的色彩表现，不会被 W 子像素冲淡色彩，更高的面板寿命，因为开口率更高，相同亮度下功耗更低。另外还有 WOLED 天生的优秀环境光对比度，黑场纯净深邃，抗干扰能力更强。面板聊完，我们看一下显示器的基础参数。这是一款39英寸，分辨率 5120×2160，21:9，刷新率165赫兹的曲面带鱼屏，支持330赫兹双模切换，曲率1500R，镜面屏加抗反处理，原生10比特色深，标准的广色域。官标 G2G 显示时间 0.03毫秒， HDR 峰值亮度1300尼特，支持杜比世界，通过了 HDR True Black 500认证，首发价格10999。它的使用体验可以用2个字形容：震撼。显示器宽度接近1米，就像是桌面上的 IMAX 影院，无论观影还是 3A 游戏都能有超强的沉浸感。这还没完，除了不改变尺寸的双模切换外，它还额外提供了25英寸16:9裁切模式，分辨率 1520×855，刷新率330赫兹，以及27英寸16:9裁切模式，分辨率 1680×945，刷新率330赫兹。如果这些还是满足不了你，它还有一个32英寸16:9裁切模式，此时它相当于一台分辨率3840×2160的165赫兹显示器，细节加3，强烈好评。特点介绍完毕，下面咱们一起验验成色。外观延续了外星人最新的 AW30 设计语言 Aura Black 以太黑配色，整体都是非常圆润的流线型，营造出一种神秘感。面板与背包之间有360度环形散热孔，左侧为外星人 RGB logo， 右侧的字符代表尺寸。正面这次也进化到了4面超窄边框的设计，非常干净利落。实测 SE 慢反射 0.36，SCI 全反射 1.28， 这代表着它拥有通透的镜面和优秀的抗反处理，可以有效减少环境光对画面的干扰。独立电源键在右下角，同样带有 RGB 灯光。OID 按钮为5项摇杆，操作起来很顺手。OID 菜单风格简约，而且功能丰富。底座与支架均为快拆结构，支持升降调节、俯仰调节、左右摇头旋转调节以及轻微的横竖旋转调节。平板底座宽 28.3 厘米，深24厘米，而且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转轴设计在底座上的形式。这种设计阻尼感和整体稳定性都会更好。接口方面，它提供了2个满血 HDMI 2.1 接口，一个满血 DP 2.1 接口，一个全功能 Type-C 接口，支持 DP-out 视频传输以及最高90瓦 PD 快充，一个 USB 上行接口以及3个 USB 下行接口，无论规格还是数量都非常到位，没有任何槽点。电源是内置设计，外部仅需一根电源线。下面进入实测环节，先来看显示性能、色彩表现。使用光谱仪进行测试，结果如图。蓝光峰值451纳米，高能短波蓝光占蓝光总量的 51.6%， 距离硬件低蓝光就差临门一脚。调光方面，它存在与刷新率同步的亮度波动，也就是类 DC， 最大波动深度40尼特左右。亮度档位最高时 SOIM 值只有 0.0103， 亮度档位最低的时候 SOIM 值 0.0433， 都远小于 0.4， 频闪这一块基本不用担心。色温档位有4种，实测色温分别是 6719K、5918K、8320K 和6797K， 调得不错。默认档位是标准，此档位下测得1/1000窗口最大亮度304尼特，全屏最大亮度302尼特，也就是说在 SDR 下它不存在 ABL 机制，亮度激发不会随窗口大小变化，因为 OLED 显示器自发光原理，对比度理论上无限，超过了一系的测试能力。色域方面，实测 99.8% 的 sRGB 色域覆盖和 136.1% 的 sRGB 色域容积， DCI-P3 色域覆盖为 99%。如果按照 CIE 1931标准的话 ，sRGB 色域容积可以达到 142.9%， 非常艳丽。DCI-P3 色准平均德尔塔阈值 1.11， 最大德尔塔阈值 3.49， 整挺好。
外星人 AW3926QW 提供了2种专业模式 DCI-P3 和 sRGB， 2种模式都有着优秀的色域线缩和不错的色准。需要注意的是 DCI-P3 模式的白点并非 D65， 而是奔着数字电影原始标准去调的，观感上会偏绿。不习惯的话，直接用显示器默认模式就行。刚才大家也看到数据了，默认模式 P3 色准也不错。接下来是均匀度可视角环节，使用 CS10 进行81宫格测试，结果如下。亮度均匀性方面，亮度偏差值大于 15% 的点位占比为 31%， 评价为差。但是不要慌，牛逼到爆表的亮度可视角强有力的弥补了回来。水平30度角下两侧亮度衰减仅有 7% 和 8%， 而且这还是曲面显示器，所以亮度均匀性肉眼实际观感可以给到非常优秀评价，基本感知不到中央和边缘有明显差异。色温均匀性方面，最暖5个点位与最冷5个点位平均色温差值为 450K， 还不错。色温可视角则比较糟糕，水平30度角下两侧色偏分别是 2.77 JNCD 和 2.85 JNCD， 但是又要说但是了，它是曲面屏，如果按照60厘米的使用距离计算，人眼和屏幕边缘夹角大概是68度，也就是说偏移了22度。在22度下，两侧色偏分别为 1.53 JNCD 和 1.41 JNCD， 所以色温均匀性肉眼实际观感可以给到还不错的评价，颇有点曲面屏为所欲为的味儿。下面是游戏性能。实测在165赫兹状态下，平均记录计响应时间只有 0.18 毫秒 ，MPRT 动态图像响应时间 4.85 毫秒，平均过充 2.2， 最大过充 57.7。在330赫兹状态下，平均记录计响应时间更是只有 0.09 毫秒 ，MPRT 动态图像响应时间 2.43 毫秒，平均过充 2.4， 最大过充 58.7。这个响应速度表现，面对任何游戏需求都毫无压力。说到游戏，外星人的辅助功能 Alien Vision 视觉增强黑科技值得品味一番。开启之后会对中心区域进行局部增强。第一个选项夜晚模式就是暗部提亮，色度模式会生成类似热成像的伪色图。开了吗？如开。尺寸这里很好理解，可以调整窗口大小，开到最大就是全屏。清晰度只有2档，关和开。开启之后会对画面进行强而有力的锐化处理，边缘轮廓更清晰。位置选项可以把增强窗口投射到显示器的不同位置。缩放功能顾名思义，对窗口内画面进行放大处理。不透明性可以调节窗口透明度，这就没必要改了，用100%就行。后面这2个选项就是准星功能，可以调整准星形态。颜色方面可以是固定色或者用智能变色准星，然后这些选项可以随意组合搭配，玩法多样，自由度超高，做得相当不错。作为一台支持杜比世界的显示器 ，HDR 更是它的拿手好戏，模式足足有7种。先来看亮度，其中桌面、电影 HDR、游戏 HDR、自定义颜色 HDR 和 Display HDR True Black 这几种模式基本一致，都是1/1000窗口500多尼特。HDR Peak 1300和 HDR Peak 1300明亮这2种模式则是拥有最猛的亮度激发，1/1000到3%窗口可以达到1300尼特左右。然后所有模式全屏最大亮度都在300尼特左右。EOTF 方面，前5种模式都比较贴合标准 PQ。HDR Peak 1300在低灰阶做了比较明显的提亮，高灰阶则稍稍压暗。HDR Peak 1300明亮则是全程高于标准 PQ。顾名思义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明亮。至于色准，6个模式表现都很优秀，调的没毛病。杜比世界的开启方式也很简单，在系统中开启 HDR， 然后在显示器里随便选一个 HDR 模式，就可以进一步开启杜比世界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来看实拍对比。至于大家比较担心的烧屏，外星人也给到了3重保障。面板方面，4层堆叠 RGB 3子像素的特性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长期烧屏风险。
软件层面，个性化算法加像素刷新加像素偏移，可以有效防止烧屏问题的发生。保修层面，提供了3年高级面板更换服务，包含烧屏保障，有1个亮点、5个暗点就可以免费更换。做个最终总结，好面板、好调教、好过瘾呐！最新4层堆叠 RGB 3子像素的 OLED 面板，大尺寸。曲面沉浸感、高分辨率、画面细腻、观感通透、色彩艳丽，以及 OLED 天生超强对比度和超快响应速度，是一台绝佳的观影 3A 神器。多模的存在也为它增添了不少电竞属性。如果你不差钱，这就是版本答案，还得是外星人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，又到时间讲拜拜。我是怪才赵德柱，咱们下个视频再会。